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阳光财经周末点评节目，我是Sunny。周末了，我们照例讲一讲大盘。下周大盘预计继续看涨，我会说说我的理由。迪士尼刚发布财报，股票有所上涨，是不是抄底的最后机会呢？财报说了什么？马斯克发推特说检测了新冠，到底有没有中招？特斯拉会跌吗？做空机构来了 ，NIO 高位重挫，电车三兄弟是不是高位见顶了呢？欢迎收看这期周末点评的内容，请一定要记住点赞、订阅、转发阳光财经的视频哦。本周一受到疫苗利好消息刺激，资金轮炒到强周期板块，科技股暴跌，纳斯达克也就在周一出现了高位大阴线。此后的4天，纳斯达克都在修复技术图形，到了周五仍然没有收回周一大阴线的一半。可见这周科技股为主力的纳斯达克指数属于空方控制的行情，大部分坚持科技股投资的策略失效。但同时这周也出现了类似拼多多这种财报利好暴涨的股票。总的来说，权重股承压下跌，导致纳斯达克指数表现一般。目前来看，大盘并没有承接星期一大阴线而继续暴跌。从均线来看，纳指并没有大幅杀跌失守5日均线，一周之内争夺5日均线之后，到了周五仍然站在5日均线之上，以此判断大盘并没有大幅下跌的动能，适当整理之后有可能回到上升趋势。纳指仍受制于之前画的压力线，这条线是压力线，站上去就变成支撑线，矛盾就是这么相互转化。下周如果能再涨一些，就可以站上这条线。标普500周一收了个冲高回落的 K 线，形状不是太好看。这种 K 线是个短期看空信号，但周二以后的4天就没有延续大跌格局，而是碎步整理，易涨难跌，基本上每天还能够小涨一点。同时均线也支撑指数，有了4天的回缓，星期一的光脚阴线看起来没有那么可怕。更重要的是，标普500用前期2个高点连接的压力线，这周已经成功站了上去。指数连续5天站在蓝色线上方，以前的压力线变成现在的支撑线，后续在这条线的支撑作用下，标普还有机会稳步上涨。道琼斯指数有2个看好的理由，一是站在蓝色线上有突破成功的意思，二是跳空缺口不立即回补，强势特征明显。有很多人认为缺口必补，什么时候补就是个问题。按这个支撑线的强弱，可以考虑短期不补的可能。如果支撑线很强，这个缺口在支撑线之下，自然没有那么好补。如果支撑线不强，那短期给补了缺口，我看道指形态就算是废了。下周关注蓝色线和缺口得失，就可以得到比较好的预测。总的来看，3大指数下周还是看涨为主。迪士尼公布了个财报，业绩没有想象中那么差，所以股票今天有所上涨。迪士尼作为疫情受灾股票，业绩亏损理所当然，都在预料之中了。不过财报这东西不是说盈利优秀就涨，亏损就跌，它是和预期的一种对比，没有预期那么烂就会涨，没有预期那么好那就会跌。迪士尼财年4季度稀释每股收益亏损 0.39， 去年同期盈利 0.43， 同比去年不准确，因为去年的这个时候日子爽的呢，我们要环比上个季度的。财年4季度也就是7到9月 EPS 亏了 0.39， 而财年3季度4到6月份 EPS 亏了 2.61， 和上个季度相比，亏损大幅缩小，取得了很大的进步。我们从迪士尼4个业务部门来看一下，迪士尼是哪个地方回血了？迪士尼取得营业收入来自4个部门，其中媒体网络业务从上个季度 65.6 亿增长到 72.1 亿，看电视的人多了。主题公园及体验业务从上个季度的 9.83 亿增长到 25.8 亿，取得了显著的增长。这主要来自于奥兰多、上海、香港3个迪士尼乐园重启之后的收入。看来不怕病毒出门玩耍的大有人在啊！这从另一方面说明，玩儿是人刚性需求，只要疫情出现解决的势头，那么迪士尼必然重新成为赚钱机器。疫情有2种解决方案，一种是疫苗来解决了，另一种呢就是大部分人都得过病，群体免疫了。
这两种方案最后只剩下时间问题，反正总之早晚过去。那迪士尼的主题公园业务恢复正轨也是时间问题了。娱乐工作室业务拍电影的减少，收入从17.3亿减少到16亿，流媒体业务从39亿增长到48亿，这块业务营收增长了9个亿。Disney Plus 等家总订阅会员数大幅增长，达到 1.2 亿。迪士尼旗下流媒体订户与流媒体巨头奈飞的差距进一步缩小。这个季度花木兰在 Disney Plus 上映，并计划年底免费对会员开放观看，都将进一步吸引订阅数增长。从最新的报表可以看出，迪士尼并非是完全受灾于疫情，主题公园受灾，电影制作呀、体育赛事转播受灾，这些都是早晚恢复的。流媒体对冲了疫情，实现了订户增长。一旦疫情结束，4驾马车并进，百年迪士尼的远景看好。最重要的是，其他好公司今年不断创出新高，落难的迪士尼还在打折促销，这是最大的理由看好。阳光财经从108元就提出买点，长期仍继续看好这只股票。马斯克似乎得了新冠，他的推特发文说，新冠检测也太假了，同样的机器，同样的护士姐姐，相同的测试，今天去做了4次，结果2阳2阴。但有评论人士猜测说，这可能只是一条讽刺新冠检测准确性不如意的推特而已，并不是说马斯克真的病了。炒股的人真是操心啊！川普染病了操心，马斯克测了新冠也要操心。有没有什么股票是不用操心直接赚钱的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大家。马斯克是特斯拉的灵魂人物，我们投资特斯拉有很大的成分是在投资马斯克。一个人对企业具有决定性的影响，马斯克本人健康风险可能是特斯拉这只股票最大的风险。不过投资哪里没有风险，我们只能去面对。特斯拉拆股以来进入了长达几个月的持续整理，成交量逐渐萎缩。而在这个整理的几个月时间，中国电动汽车品牌 NIO、理想和小鹏都获得了巨大的上涨，这个后面再说。由此可见呢，特斯拉的股东心理阴影面积非常大，白白浪费时间和心情。股价略有上升，而成交量逐渐萎缩，说明盘整接近尾声，后市面临变盘的可能。日线图上看，特斯拉出现了轻度的 KDJ 顶背离，股价逐渐小涨，而 KDJ 逐渐往下走。顶背离提示股价面临压力，有下行的风险。周线图就更明显了，特斯拉周线涨势不错，而 KDJ 逐级向下，提示周线级别的压力与日俱增。正好这时特斯拉价升量跌，盘整接近尾声，随时变盘。后市如果大盘走势不好，特斯拉有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调整。特斯拉是很好的公司，一旦快速下探，那就是买入的机会了。不过新能源汽车展示凌厉，引起了做空机构的注意。著名做空机构香椿发表做空报告，给 NIO 为代表的造车新势力泼了一盆冷水。香椿创始人是一名犹太人 Andrew Left， 该做空机构17年来发布150多个做空报告，其中有50多个上市公司因为香椿的报告而引起了监管的调查，企业的倒闭、破产或者退市。股市有很多有影响力的人或机构，有的人一出面就会有人跟风买，比如巴菲特，还有 ARK 的 Catherine， 他们一买什么股票就会吸引跟风盘，从而大涨。而有的人一出手就砸盘，比如浑水香椿等。做空报告一出，引起市场抛售。香椿发表的 NIO 做空报告主要理由有2个。在说这个之前，我得承认6月份看 NIO 没看准，对它没有信心。但事实证明，13块的 NIO 愣是涨到50块以上，并且成交额成为美股第1股票，市场活跃度超级好。那目前香椿的做空理由是以下2个。首先是觉得新能源车是个不断降价的市场，特斯拉 Model Y 的持续降价会对 NIO 的 ES6、EC6 系列造成竞争压力。不去争特斯拉和 NIO 的车和服务是谁好谁坏的问题了，我们就说产品的降价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儿。产品降价如果是内在成本的降低带来的，那是对汽车厂商和消费者两利的降价。
如果别人降价，而自己被动打价格战，那就比较吃力了。香春认为降价对 NIO 是不利的，值得警惕。其次，香春看空的第二个理由是估值过高的问题。他认为巴菲特同样看好新能源车，却投资了比亚迪。比亚迪的市值除以销售也就是3倍，而 NIO 的市值是销售的17倍，估值过高，年内涨幅过猛，自然会有回调的压力。这时叠加做空报告，短线剧烈调整在所难免。新能源车三兄弟 NIO、理想和小鹏汽车技术图形上全部转入看空信号，其中 NIO 2天 K 线组合形成穿头破角图形，高位的穿头破角大阴线显示出空方强劲的砸盘力量，而高位放量暴跌也是严重的看空信号。理想汽车2天的走势出现了高位乌云盖顶的组合，放量暴跌，今天收出一根大阴线，后市预期也不是非常乐观。理想、小鹏的走势还是要看 NIO 的带动，如果 NIO 反复重挫，那3个电动车股票都难以独善其身，甚至连特斯拉都一并遭殃。前面我们也考虑到特斯拉顶背离的风险，因此对电动车板块还是要谨慎一些，不要急着补仓。新能源汽车可能形成跨年的风口，在2021年仍将获得比较多的资金关注。然而短线涨幅大，要克服地心引力并不容易，短期技术面上存在很大的调整压力，但我们也不必过分担心香春的报告，毕竟他曾经做空英伟达，最后不也是涨回来了。OK， 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